为啥日本投降还保留了天皇啊？我靠，你提起这个我就来气，本来是不保留的。1943年11月，中美英就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里面的原文啊，叫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懂不懂什么叫无条件投降？你还想保留天皇？我说不定给你天皇都绞死。那为什么后来变了呢？核心呢就在于美国。日本呢不是接受不了他们自己投降，他是接受不了无条件。他们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辉就说，一旦组织机构完全垮台，日本人又如何再次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地位呢？言外之意，保留天皇就是保留东山再起的机会。那美国能同意吗？他还真同意。1945年5月2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就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怎么说的？叫日本无条件投降方面的最大障碍是他们相信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是破坏或者永远消灭天皇和天皇制。如果现在能以某种形式暗示日本人，仍容许他们自己决定未来的政治构造，他们就有保留住面子的机会。那美国为什么要向日本妥协呢？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还有点战斗力。1945年初，日本的总兵力还有540万人，其中陆军410万，海军总兵力126万，并拥有战列舰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2艘、飞机17000多架。美国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日本死战到底啊，那美国至少还得多付出10到20万士兵的牺牲。为了减少这个损失，美国就想保留日本的天皇制。但是呢，这事不能明说。那之前开罗宣言哥几个都说好了无条件投降，你怎么能搞出个有条件呢？所以他就让美国的外交官艾伦杜勒斯去暗示日本说啊，我让你保留天皇，但是呢你先投降。但是日本多精啊，说不行，你别来这套，你必须得在正式文件里说保留天皇。所以美国就拟了一份草案，准备带到波茨坦去。里面的第12条怎么说的呢？叫一旦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和平倾向和负责的政府，盟国占领军就从日本退出。写的多巧妙，就我不说同意你搞天皇，我说我尊重你老百姓，到时候你日本老百姓想搞天皇，那和我也没关系。于是1945年的7月16日，中美英就签订了波茨坦公告，里面就没明确说要取消天皇制。当时民国的有识之士都看出来了。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吴鼎昌就指出，天皇制度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制度，天皇如果不取消，威胁不能避免。但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取消天皇已不可能。但结果这个波茨坦宣言一出，日本人竟然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等等苏联。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就关系比较对立，他是想通过苏联来进行调停，说不定自己获得的利益更大。那为什么日本觉得苏联能帮他呢？大概有2点。第一，就是你苏联打德国的时候，我们没给你落井下石吧？我们要落井下石了，你还能打吗？这算你苏联欠了我一份人情啊。第二，未来打完了仗，你得和美国对立吧？到时候我们站在你这边，这算给你的重大利好吧？所以日本的铃木首相就表示，日本对波茨坦宣言采取的态度是默杀。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不予评论，但是日本呢没有不予评论这个词儿，于是就用了默杀。但默杀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藐视和拒绝。请注意，此时的美国和半年前的美国可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有原子弹了。美国一看你这么嚣张，那好，投一个吧。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网站有一篇学术论述，标题是原子弹的投下仅仅是因为一个词的误译。美国有了原子弹以后呢，美国的想法就变了，他那个时候就千方百计的不想让苏联参战，他觉得他自己就能摆平日本了。你到时候苏联一参战和我抢在日本的利益怎么办？但是斯大林多老谋深算呢，你美国8月6号在广岛投的原子弹，苏联8月8日就对日宣战了。那现在摆在美国面前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一定要赶在苏联占领日本本土之前让日本投降。你日本投降了，你盟国可就不能进攻了，所以他就必须得让日本尽快的去接受这个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还是那句话，接受可以，大前提是必须保留天皇。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把一份公文转交给了日本政府，里面就有一句话叫上述宣言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请记住，这个公文呢不是以美国为落款的，是以中美英苏4个国家为落款的。但是发布之前呢，美国完全没有和其他3个国家沟通，这就算是从国际公约的角度，从之前的暗示变成明牌了。日本一看，哎呀，原子弹也挨了，天皇也保留了，那不如就接受了吧。所以8月14号呢，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波茨坦公告。日本一接受啊，美国如获至宝啊，马上安排中英苏的电传打字会议，说你们看好了啊，日本都接受了啊，这事就这么地了。然后不带其他国家提出异议，直接把电路关了，生怕盟国们反对。那盟国们反对吗？那反对死了。英军司令蒙巴顿就说，如果对日本人手软，我们将会犯下最严重的错误。日本领导人将会利用你没有给他粉碎性打击这一事实，向他们的人民灌输以下思想，就是日本呢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一语成谶？我和你说，保留天皇这个事儿影响非常恶劣。现在日本之所以能把甲级战犯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在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都去参拜，为什么？就是在于没彻底清算日本天皇。因为天皇制和靖国神社的保留，皇国史观依然发挥着抚慰日本人心灵的作用，并且日本战后大力宣传是由于天皇的圣断，日本民族才得以拯救，并将昭和天
天皇视为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继续编织更大的谎言。一些书籍和教科书对日本发动战争进行了美化，并且把原子弹受害成为广大日本人关于战争的主要历史记忆，闭口不谈他们的侵略、殖民统治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泪苦难。时至今日，许多日本人依然持有圣战的意识和旧的价值观，认为日本当年对亚洲太平洋各国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是为了解放他们，是有合法性的，只是忠诚地执行了天皇的命令。既然天皇都没有被审判，也没有被拿下，那就不能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可以说，对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不追究，是导致现今一些日本人歪曲的理解对外侵略历史的深层次原因。那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呢？为什么他就逍遥法外了呢？这个事儿呢，我下次详细和你讲。